最近啊，央视对05大区建员进行了一次采访，罕见的展现了军舰内部的官兵学习资料，上面悬挂了英阿马岛战争归来的英国皇家海军无敌号航空母舰的照片啊，这可以说是现代海战的经典战例。和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不同，中国军队那是全球第一支学习型军队。早在延安窑洞时期，我军就已经开始计划在建国之后打造航母战斗群，并且教导所有在窑洞里面上学的士兵，航母的战争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到后来，每一次外国在军事科技上的进步，中国那也都是第一时间跟进的啊。英阿马岛战役就是这样一场有指导性意义的战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小国在对抗大国的时候，使用单机或单导弹突袭就击破一艘主力舰的战斗。也是高空高速战术第一次遭遇失败的战争，还是远程空中加油第一次参与实战的战争，更是垂直起降战机第一次上战场的战争。在战争过程中英军方面率先出招，使用中距离的火神轰炸机携带重型弹药，对远在12500公里之外的阿根廷空军机场轰炸。整个过程中，英军至少进行了11次空中加油，完成了这一壮举，摧毁了部分阿根廷的军用机场，迫使其空军拉回首都进行防御。紧接着，在空战阶段，阿根廷空军也吃了大亏，他们的幻影战斗机相对于英军的海鹞占据了高空高速的优势。在当时高空高速等于空战的绝对胜利。然而，在面对英国装备的先进响尾蛇格斗导弹以及矢量发动机技术的时候，高空高速的优势直接被抵消。阿根廷方面呢，尝试通过俯冲攻击的方式来攻击英军战斗机，结果被击落。甚至在这次战斗后，阿根廷人被迫改变策略，大型飞机只在夜间行动，白天只对英军进行仰攻，以确保自身空军安全。最后就是阿根廷军队的经典战例，使用单机发射反舰导弹摧毁一艘巨舰。当时由于英国空军在空战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掌握了制空权，再加上他们自以为看穿了阿根廷空军的仰攻战术，认为阿根廷方面出动少量战机肯定又是一次仰攻。结果5月4号的时候，格拉斯号导弹驱逐舰捕捉到了一架阿根廷战斗机起飞的消息，无敌号航母上面的防空指挥所认为不过是仰攻而已，要么就是一场误报。这直接导致阿根廷战斗机带着飞鱼导弹突破了舰队防空网，用一发飞鱼击沉了英国海军中战斗力最强的谢菲尔德号导弹驱逐舰。对英国来说，这个事情那真的是太幸运了，因为当时的战斗机瞄准目标是无敌号航母。作为舰队旗舰以及舰队的指挥中枢、防空司令部的无敌号航母，如果阿根廷人偷袭成功了，英军恐怕只能撤出战场，整个战争的结局都会改写。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阿根廷人最终误中副车，就击沉了一个导弹驱逐舰。而英军呢，由于这次失败被刺激到了，决定放弃考虑战损比，直接不计代价对马岛进行登陆虽然赢了，但仍旧承受了巨大伤亡，以至于撒切尔夫人因为这场战争被嘲讽了半个多世纪。在这场战争里面展现的先进战术技术，中国基本都学会并放进了自己的海空军之中。首先就是马岛战争结束之后，我国第一时间停止了对歼8战斗机的后续研发升级工作，转为研发更为先进的3代机，并拿出了歼10战机方案。在这之前，我国对研发3代机还是继续深入研发高空高速战机是有巨大分歧的。同时，中国也开始重启了关于大飞机的研究，开发出了现在中国最好的大型战略飞机平台运20，并根据该飞机改装出了运油20。中国的运油20配有3根加油管道，可以在空中同时为3架飞机进行加油工作，能更好地协助我国空军进行跨大洲、跨大洋的战略飞行任务。此外，矢量发动机的研发也没有落下。此前，我国在歼10 B 战机上试验性装配了矢量发动机，并做到了高机动飞行，惊艳全场。在这之后，中国产的矢量发动机继续大踏步迈进。最新一期的珠海航展上，已经有了很多不同设计构型的矢量发动机亮相。根据歼20首席试飞员先前披露，未来歼20的重点改进方向之一就是进行2元矢量发动机方面的升级改造，隐身性、机动性哪个都不许落下。当然，还有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中国的反舰导弹。现在中国的鹰击系列反舰导弹可以实现空射、箭射、暗射、潜射4大平台发射，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敌人发起突袭，尤其是空射。
我军可以通过轰 6K 携带导弹从美军防空圈之外发起攻击，不需要像阿根廷飞行员那样玩命潜入到防空圈范围之内再发射导弹。饱和打击怎么说啊？饱和打击嘛，除了对战略战术的学习，从这张图里我们也看出了我国反霸权、反殖民主义的决心。英阿战争，阿根廷这边叫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英国侵略者则将其称之为福克兰群岛战争或者是福克兰海战。我国永远支持主权国家对自家领土的正当诉求，所以我们也管这场战争叫马岛战争。英国人妄称自己有插手英国以前旧殖民地的权利，但是他们不要忘记，就是对付一个小小的阿根廷，他们都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更何况今天的英国不是当初的英国，今天的中国实力已能和美国分庭抗礼。英国频频在台海以及中国主权问题上作妖挑衅，还计划在日本驻军。若是真的赶来，就势必要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